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一家市值120亿美元的游戏零售商，刚刚向一家市值460亿美元的电商巨头发出了56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对方比自己大4倍，出价比自己的全部身家还多4倍，这可能是资本市场历史上最疯狂的一次蛇吞象。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GameStop 代码 GME 近期向 eBay 代码 EBAY 发出了非约束性收购要约，每股125美元，一半现金，一半股票，总估值大约555亿美元。比 eBay 上周五收盘价溢价 20%， 比 GameStop 2月初开始建仓时的价格溢价 46%。 消息一出， eBay 盘前涨了 9%， 冲到了52周新高， GameStop 反而跌了 3%。 市场的判断很直接， eBay 得利，但 GameStop 能不能吃得下，所有人都在打问号。这个故事的主角叫 Ryan Cohen， 是加拿大人，8年前创办了在线宠物用品公司 Chewy，2017 年以 33.5 亿美元卖给了 PetSmart。2021 年他买入 GameStop 的股票，成为最大个人股东，引发了那场载入史册的散户逼空运动。GameStop 的股价从20美元飙到483美元，又跌回去，整个华尔街都在看笑话。但 Cohen 不是来玩的，他介入董事会，后来当上了掌门人。他砍掉了亏损的门店，把销售费用砍了8亿美元，把净亏损 3.8 亿变成了净利润 4.18 亿。他还做了一件更聪明的事儿，趁着散户的热情，在高位增发了42亿美元的股票，全部变成了现金。他甚至发行了一批零利息的可转债，借钱不用付利息。Cohen 不拿工资，不拿奖金，没有离职补偿，他的全部报酬来自于股票期权，而这些期权要在 GameStop 市值达到1000亿美元的时候才能行使，这就是他要收购 eBay 的底层动机。截至今年1月底， GameStop 手上有94亿美元的现金和流动资产，一家游戏零售商账上的现金比他的年收入还多。1月份的时候， Cohen 就暗示过他在物色一个超大型收购标的。他跟 Bloomberg 说，这笔交易将是变革性的，在资本市场历史上从未有人做过。他说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现在我们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了。eBay 是一个有意思的标的，很多人觉得 eBay 是一个过气的拍卖网站，被 Amazon 碾压了，但数据说的是另一个故事。eBay 近期刚发布了第一季度财报，表现远超预期，总交易额222亿美元，同比增长 14%， 收入31亿美元，同比增长 17%， 是2021年以来首次突破30亿。调整后每股收益 1.66 美元，同比增长 21%， 调整后经营利润 9.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 经营利润率接近 30%， 自由现金流接近9亿美元。掌门人 Iannone 在电话会上说，第一季度标志着一个强劲的开局，交易额增速在所有主要品类和地区全面加速，推动增长的几个引擎非常清晰。收藏品是最大的贡献者，受益于宝可梦30周年和交易卡热潮。汽车配件品类创了2021年以来的最强增速，二手时尚和循环经济品类持续双位数增长。广告收入 5.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 最有意思的是 eBay 的人工智能转型，一个叫做魔法上架的工具，用人工智能帮卖家自动生成商品描述和分类，让新商品上架速度提升了 50%。 eBay Live 直播电商功能正在向全球推广，个人卖家的交易在美国、英国和德国都实现了双位数增长，形成了一个买家卖家互相带动的正向飞轮。eBay 正在从一个被动的交易平台变成一个有内容、有社区、有人工智能驱动体验的现代化电商生态。eBay 的问题也很明显，买家数量基本持平，没有明显增长。广告收入的增长虽然快，但过度依赖广告可能伤害卖家体验。
跟 Amazon、Temu、Shein 这些对手比，eBay 在价格竞争力和物流速度上没有优势。不过，关税政策正在给 eBay 创造一个意外的利好。美国对低价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Temu 和 Shein 的价格优势被削弱了。eBay 的卖家以美国本土为主，受到的冲击远小于跨境竞争对手。掌门人 Iannone 在电话会上说，关税对 eBay 是顺风而不是逆风。但 Cohen 看重的可能不是这些。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eBay 应该值更多的钱，而且将会值更多的钱。我想把 eBay 做成一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公司。他还说，eBay 的盈利能力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翻倍。他的逻辑是成本控制。Cohen 在 GameStop 的成绩就是砍成本。eBay 目前有大约14000名员工，经营利润率 30%。Cohen 承诺合并后第1年内找到20亿美元的年化节省。如果真的做到，eBay 的利润可以再涨 30% 以上。GameStop 的1600家门店也被纳入了方案。Cohen 计划把它们改造成商品鉴定中心、订单履约站和直播电商的线下体验场，把 GameStop 的实体网络嫁接到 eBay 的在线平台上。融资方面， GameStop 已经拿到了 TD 证券200亿美元的融资意向书，加上手上的94亿现金，剩下的缺口用发行新股来填补。Bloomberg 报道说，还有中东主权基金在考虑参与。但算一下数就知道融资缺口有多大。555亿的总对价，一半现金就是大约278亿。GameStop 手上有94亿，TD 证券的融资意向书是200亿，光现金部分就要把杠杆加到极限。如果eBay董事会坚持要更多现金， GameStop 可能根本拿不出来。但这笔交易面临几个巨大的问号。第一，规模不匹配。eBay 的市值是 GameStop 的4倍，用股票做对价意味着 GameStop 需要大量增发，现有股东会被严重稀释。第二， eBay 的董事会还没有回应。Cohen 自己说他没有跟 eBay 管理层有任何接触。他告诉《华尔街日报》，如果董事会拒绝，他准备发起代理权争夺战，直接把方案提交给 eBay 的股东。这在美国资本市场叫做敌意收购。Cohen 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态度非常强硬，主持人质疑他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运营eBay，他直接反问：你们当年不也预言过 GameStop 会倒闭吗？结果怎么样？这种好斗的风格在散户社区里极受欢迎。Reddit 上 GameStop 的讨论板块爆发了一场狂欢。第三，反垄断审查。虽然 GameStop 和 eBay 的业务重叠度不高，但560亿美元的交易一定会经过监管机构的仔细审查。第四，也是最核心的问题。Cohen 到底有没有能力运营一个10年交易额接近1000亿美元的全球电商平台？秋瑞是一个垂直品类的电商， GameStop 是一个正在缩小的零售连锁， eBay 是一个连接全球数亿买家和卖家的市场平台，这三者的复杂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华尔街分析师的看法非常分裂，看多的人说 eBay 的财报证明了它的增速正在回来，如果叠加 Cohen 的成本控制能力，合并后的公司利润空间巨大。看空的人说，一家120亿的公司吃一家460亿的公司，融资结构脆弱，整合风险极高，这更像是一场自我膨胀的赌博，而不是深思熟虑的战略。有分析师直接说， Cohen 把 GameStop 的散户基础当成了一台取款机，每次需要钱就增发股票，最终为一个远超自己能力范围的收购买单的是那些买了被稀释的股票的散户。eBay 的股价目前大约113美元，比 GameStop 的出价125美元低了 10%。 这个折价说明市场并不完全相信这笔交易能成。如果市场真的认为交易一定会关闭，股价应该紧贴出价。10%的折价意味着市场给这笔交易的成功概率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但不管成不成，eBay 本身的基本面确实在变好。
交易额增速从2023年的-1%到2024年的2%，到2025年的7%，到现在的14%。这是一条清晰的加速曲线。调整后经营利润率接近30%，自由现金流一个季度就接近9亿，一季度给股东返了6.39亿美元的回购加分红。这些数据放在任何一家科技公司身上都算得上优质。GameStop 目前大约25.7美元，市值大约120亿，52周最低19.93，最高35.81。不管这笔交易最终能不能成，Cohen 已经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让全世界再次认真审视 GameStop 和 eBay 这两家被市场遗忘的公司。也许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2021年 GameStop 散户逼空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那只是一场闹剧，但 Cohen 用接下来的4年把 GameStop 从亏损变成了盈利，从负债变成了手握94亿现金。现在他又做了一件所有人觉得不可能的事。这笔交易成功的概率也许不高，但 Cohen 的职业生涯告诉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一个手里有钱又不怕被嘲笑的人。感谢大家观看，您的订阅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